當情緒來敲門，你要開門還是設密碼？凌晨2點，手機螢幕突然亮了，你揉揉眼睛，看到訊息跳出，我真的快受不了了，我可以打給你嗎？來自一個你平常就覺得情緒容易炸的朋友。你愣了1秒，不接好像沒良心，接了又怕他情緒洪水決堤，把你也沖走。你看着手機響個不停，腦中只浮現一個畫面，情緒正在敲門，你該怎麼辦？是熱心開門，還是裝沒聽見？或者能不能設個密碼鎖？這不是冷漠，而是你該開始學會，情緒要來訪可以，但不是任何情緒都能闖空門。情緒管理教育我們要有情緒，難過要說，傷心要哭，生氣要表達，快樂要分享，但很少人教我們要不要讓這些情緒進門，是你可以選擇的事。更沒有人告訴我們，當別人的情緒不請自來，你可以說，請你等等，我還沒準備好。我們被訓練成情緒便利店，24小時開放，不分對象，不設過濾，無需密碼。結果是一天被3個人倒情緒垃圾，晚上自己崩潰。老闆早上心情差，你整天膽戰心驚。伴侶心煩就找你談，吵完說因為我太在乎你，你還得說沒關係。這樣的你有沒有哪一刻突然想說，我的情緒空間也應該是需要密碼才能進來的吧？情緒不是敵人，但也不是 VIP。讓我們來釐清一個迷思，情緒不是壞人，但不代表每個來訪的情緒都應該無條件入住。情緒其實像是訪客，有的來是提醒你該關心某件事，有的來是過度反應的舊傷發作，也有的是別人不小心遞過來的未爆彈，而你是這棟心理住宅的主人，你可以決定誰可以進來，什麼時候進來，進來之後能待多久，他們需要帶什麼身份證明。這聽起來很抽象，那我們換個方式來說，你會讓一個陌生人半夜2點闖進你家嗎？不會，你會裝門鎖，裝監視器，設密碼，必要時還會報警。但情緒來時，你卻連個請稍後都不敢說。我們來看看幾個日常情境。案例1，爸媽打電話來罵你，因為他今天心情不好，你沒做錯什麼，只是接起電話就被無預警情緒掃射。你工作到底怎麼回事？我都沒面子了。這其實不是關心，是他自己的挫敗感在找出口。案例2，伴侶因為被上司罵，轉頭對你甩脾氣，你一臉懵。我只是問你晚餐吃什麼，怎麼就炸了？你接到的不是問題，是他白天壓抑情緒的出口。案例3，朋友在群組狂發哀怨訊息，你1小時沒回就被指責。他說，我以為你會懂我，結果你也不在乎我。事實上，你只是剛好在忙，而他希望你成為他隨傳隨到的情緒急救包。這些都不是單純的情緒，而是沒經過你同意就進入你心理空間的入侵。面對情緒敲門，我們可以設立3層密碼來保護自己。密碼1，我可以選擇現在要不要接收這個情緒。這句話看起來簡單，背後卻非常有力。它代表你開始有意識地問自己，我現在有足夠的能量接住這個人嗎？這是我需要處理的情緒，還是他自己的責任？你可以說，我看到你很難過，但我現在的狀態不太好，晚點我們再聊，好嗎？這不是逃避，是尊重自己，也尊重對方。
密碼2，我可以定義我想扮演的角色。你不是所有人情緒的避雷針，也不是誰都能依賴的保姆。你可以選擇當傾聽者、陪伴者，或是不參與者。這取決於你們的關係，你自己的情緒容量和對方的互動是否平衡。當你說我願意聽你說，但我不是你要責怪的出口，你就在設定界限。密碼3，我有權決定什麼時候開門，什麼時候關門。情緒不是不能接收，而是要有彈性。你可以在當下不接，但事後回來說，我那時真的有點累，現在可以聊聊了。這是一種進退有度的情緒智慧。很多人問，我怎麼設情緒密碼，不讓別人亂入？我想說，其實最重要的是你先對自己的情緒敲門。當你自己都沒有密碼，別人進來你也察覺不到。當你學會問自己，我現在情緒的狀態是什麼？你才有能力判斷，我能不能容納別人的東西。所以最後請記得，情緒不是壞人，但不等於每個人都能自由進出。保護自己不是拒絕情感，而是讓他們有秩序的流動。當你學會設下密碼，你才真正擁有自己情緒的大門鑰匙。結語：當你成為情緒空間的主人，回到開頭那個凌晨2點的簡訊，你會怎麼做？可能你會深吸一口氣說，我現在需要休息，明天再聊，可以嗎？這一刻，你不是冷血，而是開始成為自己情緒空間的管理者。讓我們從現在開始學會一件事，情緒來敲門，你可以選擇開門，也可以設密碼。你不再被情緒控制，而是開始掌握他們如何進入、停留，甚至離開。這才是真正的情緒自由。